今天又是跳岛的一天。今天呢，要一次跳2个岛，男木岛跟女木岛。She's out there now, can't tie her down, can't count what I give to be with her. She'll pass through town, come back around, rolling in and out like the river. She's free as a wind, and I'm caught in.男木岛跟女木岛因为面积不大，所以大家通常呢会排在同一天一次跳完。加上两岛距离很近的关系，所以船班是有互通的。路线是从高松出发后，经过20分钟到女木岛，再经过20分钟后会到男木岛。回程也会先经过女木岛，再回高松港。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行程决定先跳哪座岛，路线会比较顺。那我今天的话呢，是先选择跳女木岛。女木岛的作品除了集中在港边村落里之外，还有另一个比较远，在山上的鬼岛大洞窟，需要搭乘接驳车才能够抵达。如果你有艺术季门票的话，洞窟只要400块就可以进来。那如果没有艺术季门票的话，比较贵一点。要准备进入洞窟了。哇，这真的蛮矮诶，我140公分要弯腰，这真的是要弯腰走进去的程度。女木岛之所以被称为鬼岛，就是因为这个洞窟在被发现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也很像是桃太郎鬼怪们那时候的一个童话故事的真实场景嘛，所以因此而得名。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广泛的称为鬼岛的原因。如果大家来鬼岛的这个洞窟的话，记得要在港口那边先买票，然后注意那个班次，因为大概是1个小时一班。然后你来这边逛1个小时之后，差不多还可以再搭回程的班次回到港口，就可以再继续逛艺术季的东西。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这个洞窟大概是这样子走到出口。那说这个洞窟是人工打造的，洞窟里面有温度大概只有12度而已，很凉爽。有很多瓦片做成的面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些好像都是附近的小学校的学生做的。这里有宝库，他们偷来的金银财宝。他们把这个整个洞窟的故事性补得很足，用一些雕像啊，还有一些道具。除此之外，每走一小段路就可以看到一些雕塑，有些是鬼怪的房间，有些是剧情的推进，也有一些是洞穴里的自然景观介绍。像是整个洞穴都是靠眼前这个大黑柱在支撑，非常壮观。刚才另外那边有那个金元道真的神社，就是在这个洞窟里面，你可以跟他祈求好运、幸运。这边的天花板呢，就很像龟壳的纹路，所以就叫做龟甲天井。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这边写说他这里的先住民虽然是写鬼们，超好笑。他说这桃太郎长得跟我印象中的桃太郎好不一样哦。然后他们就送桃太郎回去，离开了鬼岛。他真可爱，拜拜，跟刚才港口送我们的人一样。靠近出口这里还有一个鬼大将的房间，要经过一个这么窄的洞口进来。鬼大将超大只嘞，我不相信他过不了那个门，超大一个，他怎么进来的？这整个洞窟超大。这样就逛完了洞窟，然后出了这个洞口之后啊，这边有一个女木岛的柱状节理，可以记得抬头往上看，这就是女木岛重要的自然景观。沿着洞窟外的步道走大概10分钟，就会到展望台了。从展望台可以看到大岛、乌岛跟高松港，视野好的话，另外一侧还可以远眺冈山和濑户大桥。如果要来洞窟的话，基本上都要排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它的班次就是1个小时一班，所以你一上来就是要花1个小时才能够下山。逛完之后再回到港口的话，像我今天是搭10点那班的船班来女木，下船是大概10点20分，搭10点40分的公车上来鬼岛洞窟。逛完之后呢，搭1个小时后的11点40分的公车下去，下一个班次到男木岛的是12点20分，所以到港口的时候大概是50分，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把女木岛那一圈逛完，其实蛮赶的。但是如果那班不搭的话，就可能要再等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我忘了。所以总之，这样的行程给大家参考。如果大家今天想要一天跳2个岛，女木跟男木的话，时间可能要抓一下。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男木，女木的艺术作品我比较没有那么有共鸣，所以觉得想要多花更多的时间在男木岛上面，所以我会选择在女木岛停留的时间只有抓2个小时，在男木的话可以到3个小时左右。
在女木岛洞窟这边待的时间，这样子走走逛逛，可能花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就逛完了。对，但是因为里面真的很多要蹲下来啊，或者是要爬的地方，所以女木跟男木这两个岛都比较适合脚力比较足够的伙伴们来。如果是长辈的话，可能要花更长以上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是要带爸爸妈妈来的话，可能要小心。从洞窟的出口这边走上去，然后到这个山顶的广场，逛完之后是可以直接从展望台旁边的这个步道走下来的，就不用再绕回去。然后走下来之后，就可以再往下走，就回到停车场了。回到女木岛港口后，可以顺路看港边的几个艺术作品。我蛮喜欢这个海鸥的停车场，利用铁片做成海鸥的造型，当风吹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很像海鸥叫的声音，很有趣。女木岛的海边的沙子也是这种黄色的沙滩，很漂亮。我现在走过去的是女木岛一个比较有名的一区，叫做女木岛名店街，里面有很多艺术改造的装置，蛮有趣的，可以去那边看看，或者是喜欢这种互动艺术装置的人会喜欢的地方。以名店街为主题，将岛上已经消失或关闭的店家以艺术的不同形态再次开张。这个名店街里面是改造一栋废弃的建筑物，然后里面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展间这样子的感觉。像是这个很有趣的瑜伽教室，利用一些自主运转的机械和水晶球，创造随着流动产生的音乐。听说他们有规划未来真的要在这里举办瑜伽课，看着海做瑜伽，感觉就超级享受。这间服饰店呢，则是只贩售童年记忆里的服装配件，像是童话故事主角穿过的外套啊，你小时候穿的皮鞋等等的。这区超可爱，这区是一个桌球区，但是不是普通的桌球，是不一样的桌球。它那个桌球板会动，然后这个是一个超大的各种奇怪形状的桌子，然后这个是锅子哎，甚至还有一些是洞，桌球会掉进去，超好笑。如果要打桌球的话，可以在这里租借。是背景的插画啊，还有地板上的插画，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用色很缤纷，然后画图样子也很可爱。在那边的纪念品商店还有卖他的作品集，如果你想要，也可以在这间书店里挑一本书，在面海的位置上坐下阅读。这个是仿照像洗衣店的感觉，但它的滚筒上面其实都投影幕。另一侧则是真正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在这个空间里婉转虚构与现实。这个是女木的小学校，在里面也有展间，但是现在已经10分了，然后传20分来，我好像没有时间再看了，所以我要先回去，然后去看另外一个我比较想看的，从这边走过去，然后慢慢的回去买票。Hello， 嘿嘿，真可爱。这个作品有趣的是用了很多镜子，然后创作出这个空间虚跟实的感觉。这个作品和名店街里的洗衣机是同一位艺术家，是很擅长将虚实的概念融进设计的创作风格。走出房间外会看到这个老宅中间铺满碎石子的庭院，我那时候是看到有人在旁边很仔细的观察，才发现居然有像街道地图一样的脚印会凭空出现在碎石里，就像有灵魂走过一样，真的是很惊喜的上座。男木岛的票要买这个好麻烦哦！我刚下船的时候原本要去买，然后我找到那个售票处，可是那个售票处没有人，然后我去问了那个案内所，案内所的人跟我说，可能要发船前10分钟才会有人在那边买，所以我就先去逛了其他的展。等到我要来搭船的时候，我就去那边找，但是又没有人了。最后是在要上船前，才办法买到票，哇，有够紧张！成为最后上船的人了。一下船就会看到这个建筑物，这个是男木岛蛮标志性的一个建筑物，现在作为案内所使用，但它也是一个艺术作品。然后它是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上面用钢铁创作的建筑物，在光影下很漂亮。我这次有学乖，一下船之后就先来这里买好票，然后现在呢可以先去吃东西了，我们饿死了。男木岛就像这样子，它是比较像山坡的地形建造而成的小岛。然后这里的章鱼很有名，推荐大家来这里的时候可以找一间店，然后点它的不管是章鱼定食也好，或是点一些章鱼甜不辣。我刚刚一下船的时候呢，就先到港口对面有一间叫海珍食堂的地方，点了它的招牌炸章鱼，好好吃哦！
我原本以为它会是没有什么调味的，但实际上我觉得蛮咸的，但那个咸不是紫咸，还是一个海鲜的咸味，分量蛮大的。每一只章鱼的肉都很扎实，然后很 Q， 我觉得超好吃的。喜欢章鱼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而且那间店很可爱，是那个北北啊，它就是一个很佛系在经营，所以你点餐啊，然后跟投钱啊，都是一个很自助式的概念，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个标志性的装置艺术比较远，所以我现在想要先过去那里，剩下的都是集中在港口这一带，所以等一下再走回来。南木岛大部分都是这种小路。所以呢，也比较需要适合步行。然后南木岛又有猫岛之称，因为岛上的猫比人还要多，所以可以找到很多可爱的猫咪。这个作品远看是楠木岛，近看是用非常多编织材料做成的，这些全都是艺术家使用当地居民捐赠的回收素材制作而成。展示的空间也有许多居民的旧家具，以我们的岛为主题，呈现楠木岛居民即便不到200人，却紧密连结的居民情感。朝着方舟的方向前进。步行方舟是艺术家为了缅怀日本东北3.11大地震而创作的作品。山下那5只脚朝向的方向就是东北边，然后不管是侧面看还是正面看呢，都像是山的样子。刚刚那个艺术作品啊，是把一整个古民家里面用特殊的染料嘛，去一笔一画的画出那幅画作。它很多重复的图样，让我觉得很厉害。是你仔细看，它每一笔都是这样一笔一笔这样画出来的，用笔的精准度要多准的能够做出来，我觉得很厉害。而且整栋房子都是超漂亮的。我原本很想要来一个楠木岛上面不是艺术季的作品，但它也是楠木岛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建筑，这是楠木岛图书馆，但它今天没有开，好可惜哦。这地方真的超可爱的，因为楠木岛没有任何图书馆，反正某户人家开始回流到这个岛上面之后，他就号召大家开始新建小学啊、国中啊，还有图书馆。所以后来呢，这成为了镇上唯一一间图书馆，里面真的有书籍可以看，然后也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但今天好可惜哦，如果大家有来楠木岛的话，请帮我进去看看，我超想要进去的。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大家都在睡觉，多累！你们过得很快乐呢。竟然有猫猫的徽章哎，超可爱！楠木岛最顶上的话是丰玉姬神社，主要是拜安产的神明。桃太郎里面的那个龙宫的女王，好像就是丰玉姬，所以大家来到楠木岛最顶上的时候，看到这个丰玉姬神社。我觉得楠木岛跟女木岛可以的话，感觉都可以排个3个小时，会比较充裕。楠木岛图书馆如果有开，然后你想去的话，我觉得就可能可以排到甚至4个小时左右，就是可以在图书馆里面休息，坐久一点这样子。大家慢慢走，其实岛都不大，步行的话其实很快就都可以走完了。我蛮喜欢楠木岛的氛围的，不会很多人，然后可以穿梭在这些古民家的巷子里面，看猫咪、看海，就很棒。这个作品是一个颠倒的房间哎，进来之后就会看到桌子在这里，这里有一幅非常漂亮的画作。香川的漆器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在这里透过漆艺改造整栋废弃老宅，让大家用五官感受漆艺的艺术之美。他用颜色来区分不同的房间，我蛮喜欢白色的这间。门口的标示有特别提到，整间都是用白漆涂料，因此特别凉爽。除此之外，拉开拉门还能看到以竹编制成的夕阳，
对应着窗外的濑户内海。在这里，不只能够感受到艺术，还能感受到在地的文化。今天的两岛呢，到这边结束了。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自然景观，然后或是觉得每个景点都一定要踩到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女木岛的洞窟走一圈。但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艺术作品的话，可能可以就在港口附近那一区晃晃就好了。南木岛的话，我自己觉得时间可以的话，可以多留长一点，因为它蛮多上坡路，然后很多小小的店啊都可以去逛，而且有很多猫咪，所以很疗愈。我觉得南木岛的时间可以比女木岛的时间再拉长一些。但其实总体的话，我其实觉得南木岛跟女木岛大概都可以花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如果要搭配船班的话，待在岛上时间的调节可能就要再稍微抓紧一点。然后这2个岛的话都是离高松蛮近的岛屿，所以如果是要搭船过去的话，其实都蛮方便也蛮快的。就算真的没有看到的话，之后再过去跑一趟应该也还 OK。如果是在非艺术季期间去这2个岛屿的话，部分的作品就是没有开放的，就它不是在完全户外的状态下，你可能没有办法进去看。所以我自己还是比较建议可以在艺术季的时候可以看比较多的作品，停留的时间也可以比较长一点。那以上呢就是我在这2个岛跳岛的规划。如果大家对跳岛其他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其他期影片。那我们这一次影片到这边啦，大家下次见，拜拜！祝大家都可以看到可爱的猫猫。